你看到那个最帅的没有？我们老董的外孙，能力啊其实很强，以前还是个医生，跨界转行。之前有个项目出了大问题，他刚来一接手，哎，居然解决了，升得也快。之前类似的场合呀，老爷子总是把他和盛婷姐一起在身边，大家都以为。回来要好好聊一聊啊！我就怕他回来啊。这继承人什么意思啊？胜利者的示威吧，嗨，终究是家族企业，有个外资，以后难免也要看人脸色吃饭。如果不是车祸，他现在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外科医生，才不会站在这里受众人的同情和揣测。什么看人脸色吃饭，他需要吗？再怎么样啊，也不能在这种场合给人难看。我看你们这未来掌舵人呀，不过如此。哎，老姜，声音小点，小点。我说你怎么这么生气啊？舅舅，我们去找林雨森吧。你不是要吓他一跳吗？这我跟着多没意思啊！我在这看着，你自己去。好。林雨森，西光，你怎么会到这儿？就准你着急，我不能也着急啊。所以，我来这里接你。我猜，你肯定是跟着舅舅过来的，对不对？我正想找他打个招呼呢。照片来喽，完成任务。我下个月的零花钱能多些了吧？多拍几张，一张给你加200。江叔叔好，哎又见面了。好好，小林这么一打扮啊，更帅了。哎，原来你们早把我们林总收入囊中了，这么大的好事怎么还都不说呢？哎，以后咱们的关系可就更亲近了，有什么得罪的地方，可别放在心上。哎，你们这一出啊，可把今天的风头啊抢去了一半。啊，我们呀，先去给小林外公拜个寿。哎，好。外公，这是成瑞建筑的江总。我记得呀，江总，好久不见。哎，盛总，好久不见啊！我看您啊，风采不减当年呢。不行，哎，祝您越来越年轻，在叱咤商场的30年。那不成了老妖精了？这是我女朋友西光。哎，难不成是江总的女儿？哎呦，我倒是想，可惜啊，没有这个好福气。这是我的外甥女。哦，盛爷爷好，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
原来是聂总和小江的女儿。我想起来了，2年前在无锡见过。对，又漂亮了。女大18变嘛。玉森快30了，终于找到女朋友了，以后我就可以安心了。外公，被你说的，我好像有点滞销。可不就是有点吗？白长了一张这么帅的脸，以后在西光常来看看老头子，一起吃吃饭。好。好，玉森啊，好好招呼着。江总，哎，咱们一会儿见啊。好，一会儿见啊。哎，这谁啊？江云和聂成远的女儿，他们的女儿。是啊，如今的远程集团，这可有意思了。江叔叔，我能不能带西光去外面透透气？去吧，正式宴会前回来。刚刚好多人在看我们。你怎么这么淡定？羡慕的目光，我为什么不淡定？我们要去外面吗？好冷啊！不出去，跟我来。哇，好漂亮啊！和宴会厅一个角度。那边人太多了，我都没注意看。我都不想回去了，从来没这么高调过。唉，谁不是呢？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Oh well, let's stay the same. Though the seasons change and life gets in the way. 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ll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a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 want, don't hesitate to call me, just let me know. I hope you'll never forget. My heart is only you. Every moment of every day, our love's gonna find a way. 谢谢你来接我。All this time you're in my mind. I dream of when I hold you every day. When it won't be a sin that fades away. We'll find our way back to when. Through all the times we were getting through and learned we were meant to be. Would we ever be close, you and me? 那个地方。Wherever you are,
曾经志在必得，如今志不在此。希光，我想等双月彻底脱困后，重新回到医学界。你知道吗？自从你告诉我了淡网黄豆的作用，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对我说这句话。宴会结束了，再回酒店了。我明天一早就回，赶得及10点钟的会。啊，希光不用我送，人家有人送了。嘿，2个人出去透个气啊，回来就跟我说：“娇娇，我明天不用你送了，我坐林雨森的车。”这就有点酸了。他们2个还天天一起上班呢，一起回去不是很正常啊？哎，我这哪叫酸呀？我这个啊，就是正常家长心态。哎，对了，希光，一会儿回酒店可别再跑出去又跟小林玩了啊！啊？又约好了？你怎么管这么宽呢？开了免提。哎，好，啊，开了。希光，出去玩一会儿可以，12点前要回来，知道吗？知道的，我跟妈妈也说了。我来啦！怎么那么兴奋？因为刚刚在宴会厅太闷了，迫不及待想出去溜达。走。那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没有哎，不想去看电影，不想闷在一个地方，也不想去吃饭，虽然还没吃饱。要不我们去滨江大道走一走吧？走。为什么没吃饱不再多吃一点？因为喝水喝饱了呀。所以说我不喜欢参加宴会啊，每次都要坐下站起来不停的敬酒。还好我喝的是水。哎，你喝酒了吗？喝了，毕竟是外公的寿宴，我也不好扫兴。可是你看起来一点不像喝酒啊。喝了一点，我装了一下，他们都以为我酒量不好。你还有这招？那你的酒量是多少？至今没测出临界值。也是，我们林总的临界值可难测了。毕竟参加朋友的婚礼，酒都是让给我喝的。别翻旧账，聂小姐，以后别的婚宴都我喝行不行？不过有一场，我不能替你。你怎么不问我哪一场？我是笨蛋吗？每次都要上你的当。脸怎么这么冷？听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多么希望和你就我有个停在这里。唐突的提议。什么？江风寒了，
我家就在前面，可否冒昧请聂小姐到寒舍小坐？我保证准时送回。江风寒冷，可是寒舍听起来也不暖和。主人热情行不行？有多热情？这个问题，哎，我不是，我知道，所以你再考虑一下。家里有我从广州带回来的点心，还有你之前想看的我以前的照片。你上次不是说照片要交换吗？怎么现在不用交换了？现在我只想交换聂小姐的大驾光临。走吧，带路。走。你都买了什么点心啊？上次在广州你好评过的，先吃点。待会儿吃，先看照片。那去书房。这边很多是国外读书时的教材和买的书，浦西老家放不下，回国都寄到了这里。照片有几张，也是留学时拍的，不多。帅是真的帅，锅盖也的确很锅盖。不过你不会没有相册吧？要这么一张一张慢慢找。这个时期的确没整理，小时候的有相册，在爷爷奶奶家里，下次再带你去。我真是笨蛋，老上你的当。怎么能说是上当呢？难道没有热情的主人，没有广东美食，照片不也在手里？你们的课这么满吗？医学院是这样。其实高考的时候，我本来要报考的是商学院。那你后来怎么学医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叔叔阿姨跟你说过我家里的事。没关系，很久了。
你要听我说的吗？你想说吗？当然，我想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但可能要很久。没关系啊，我也有很久的时间。不是有12点的门禁？那倒是，但是今天来不及的话，以后还有好多个12点，你可以连载。谢谢。这个房子是爸爸买来自己装修的，可是我父母就一天没住过。还没装修好，爸爸就被外派了。后来他出事，妈妈本来想把我一起带出国，但是考虑到爷爷奶奶的身体，最终选择把我留在了上海。那时我7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跟爷爷奶奶住，在浦西一个很小的6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里。外公经常会接我到盛家住几天，爷爷奶奶从不阻拦，却也从来不和我一起去。小时候我也疑惑过为什么，可从没细想。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的打击太大，爷爷奶奶还是早早的相继病故了。妈妈再次让我出国，但是那会儿我已经在读一个很好的高中，也想在国内读大学。于是13岁时，我搬到了盛家老宅。外公一直对我很好。我高考比较早，第一志愿报的是商学院。一方面是想帮外公分担点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继承父亲的遗志。这个时候，才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的事情。这是有人怕你帮忙分担？应该是。特意挑在你高考前才告诉你，也太卑鄙了。但是他的目的达成了，我改了志愿，报了医学院。我本来也对医学更感兴趣。整个大学期间，我借口学业繁忙，很少去盛家。实在退不了去了，也大多是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后来又去美国留学，最后选择回国做医生。从一看多了生离死别，我渐渐地放下，但是和盛家仍然联系不多。那次陪外公去参加于总的宴会，是凑巧在无锡一家医院做交流，外公派车去医院接我，我才陪同参加。后来我出了车祸。那段时间，我心里充满了戾气，所以外公让我去盛园做事，我直接答应了。我算是从基层做起，一开始并没有人太在意，
毕竟我没学过经商，但是做点小项目还需要学吗？进入生源半年，盛行街在一个项目里出了岔子，我想办法解决了。外公直接把我提到了盛行街的评级。我做了些事情，交了些朋友，也给聂总找了些小麻烦。聂总可能不觉得是小麻烦，他还评价你笑里藏刀。这应该是夸奖我。你是不是不懂成语啊？这哪里是夸奖啊？外科医生拿把刀再正常不过，不笑的话，别人怎么会放心？这不是在夸奖我的职业道德是什么？那后来你就去了苏州。后来我就到了苏州，再后来重新认识了聂小姐，然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我好像回归了理智，好像得到了弥补，心情平和了。我问自己，为了让别人不痛快，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并没有兴趣的事情，是否有意义？当然，本来是有的，因为我那时矫情，觉得自己已经算一无所有。可是现在又拥有了希光，我不想放弃，我不想10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过年时，在天池医院，我虽然只是个辅助者，但是救治病人带给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远超过这2年在商场上的总和。前阵子去西北，站在黄沙旷野上，极目远眺，突然觉得一下子心胸涤荡，天地辽阔。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我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你这是什么眼神？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强大，特别厉害。以前我是很厉害，但是换了条路，以后不厉害了怎么办？不可能。这么肯定？就是这么肯定。好。你这么高兴做什么？你下定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当然高兴啊。
哎，其实比起男朋友是霸道总裁，我更喜欢男朋友是那种很厉害的医生啊、科研人员。毕竟霸道总裁见多了嘛。哎，不过你具体要做什么？当内科医生，还是搞科研，还是去医学院当老师？在深圳的时候，我收到一封邮件，发信人就是我给你提到过的那个华裔教授。安排相亲那个？对，她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女士，就职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我以前留学的时候参加过她的兴趣小组。她告诉我，她和她的团队来到了中国，加入了中科院，而且就在上海。她知道了我的遭遇，所以想约我这个月见一面。见！脑机接口听起来就很厉害，你一定可以的。不管未来是不是这个方向，我一定可以。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好儿子，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手足，他这种行径侮辱的是雨森吗？侮辱的是整个盛家。爸，你听谁的谗言？根本没这回事儿。星杰不过只是跟雨森打个招呼。是啊，兄弟之间开玩笑。你在怀疑谁啊？我还没有老眼昏花呢。盛元还不是你们一言堂。明天把雨森喊过来。好。别在上海玩太晚，早点回去啊。知道了。江叔，你放心，回头来南京玩。只有再见。再见。我们去干什么？你不是说要去逛街？我想去逛逛田子坊，还有武康路什么的。丽叔。好的。丽叔说让我现在回去一趟，说外公发了好大的火。那我先去自己逛逛，等一下你来接我。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吗？什么？每次下车之前，但是，如果我们一起下车，也要吗？那样会不会有点奇怪啊？希光，你是不是有点煞风景？啊，我走了，拜拜。
哎，哥，邢杰被爷爷骂了，现在面壁思过呢，竟然早饭都没出来吃。他活该，不干人事。哥，你女朋友呢？昨天我只跟她打了个招呼，还想认识一下呢。下次在外面吧，今天过来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肯定是好事啊！哎，对了，偷偷告诉你们，我爹告的状。你真是卖爹第一名啊！我爹最爱干这种事儿了，我是遗传。那我也不瞒着了，我妈也告状了。谢谢你们的共襄盛举。哥，你快进去吧，我们先走了。哎，你等等我。外公，雨森来了，坐吧。昨天你说去了趟广东，干什么去了？先去广州和七彩玻璃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接着去了深圳，和设备商碰了一下，合作开发新技术设备的事情。新技术设备要投入不少钱吧？这个方案不是现金流，反而缓解了双月一部分的资金压力。哦，那你详细说说。有些类似叫钥匙工程的逻辑，前期双远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指导，设备方出资研发，提供我们厂区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等后期设备成熟之后，再投入整个市场使用。双远和他们利益共享。好，做得好，这样我们设备钱就省下来了。将来新技术广泛应用，还可以从设备上赚一点。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经营的要点就4个字：降本增效。这4个字说来简单，做起来着实不易。我们都是站在前辈成就的肩膀上，我不过是坚持下去而已。坚持不坚持，靠的就是对大方向和资金的把控。张明今年该退休了吧？张叔夫人一直催着他退休，想和子女团聚，但是目前光伏这个行情，他又放不下。他是个有远见、有追求的人呐。当初他为了劝说我投资 PERK 技术，守在集团盯了我好几天呢。等他退休了，这个企业你好好经营着，我把双元的股份全都转到你的名下。我正想和外公说，等双远脱困，我打算重新回到医学界。你要回去当医生？医生是当不了了，做些别的。啊，你终究还是放不下。也好，但是你未来干什么，跟我送你双元股份没有关系啊。我说送就送，你随便处置，你把它卖了，或者是交给你未来太太来打理，我都管不着。我要问一下妈妈的意见。你问，你现在就问。现在瑞士才凌晨2点，她正在睡觉。睡觉？嘿，睡觉那不就等于默认了吗？嘿嘿，嘿，你说这年头啊，想送股份还送不出去。老李，上班之后立刻通知财法，着手办这件事。哎，外公，别推辞了，快30的人了，要成家立业了。外公送你一份产业，这跟你妈妈没关系，是我的决定。回去吧，聂家小女娃是不是还在等你呢？回吧，回吧。告诉博凯，我再给他一次机会。苏州的数据中心项目交给邢杰来负责，他要是再做不好，就不用来见我了。
给你买了咖啡。怎么样？突然叫你过去干嘛？外公把双眼的股份给我了。啊？我知道了，你拖一拖，不着急办。喂，聂成远，你这就没意思了。我说你怎么突然不来参加老爷子的寿宴？感情是知道你女儿要来给我的外甥撑腰，故意避开的。你说什么？我女儿，西光？她去参加寿宴了。嘿，哈，这倒有意思了。你女儿来寿宴，你真不知道？你这爸当的也太没面子了吧！前天晚上我的外甥可是出了好大的风头，和你女儿手拉手在大庭广众之下亲热得不得了，把邢家的风头都抢走了。谁不说聂成远的独生女看上了盛家的外孙？哎，虽然这个外孙得不到盛家的财产，但是远程这块肥肉可是能整个独吞了。我不知道他过去，我刚知道他们谈恋爱，还是你跟我说的。林雨生去了苏州，我才开始查的。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哎呦，这么一回想，搞了半天，我的外甥是冲着你家去的。嗨，我说怎么突然自请去的苏州？行行行，算他有本事。哎，你这奋斗了半辈子，到底是便宜了别人？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还没死呢。再说，小孩子谈谈恋爱，哪里做得了数？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我那外甥什么心机什么手腕，你又不是没领教过，再加上那张脸，保管把你的宝贝女儿哄得服服帖帖的，你就等着做县城的老丈人吧。行了，我自己家的事我会管。你打过来就是这个啊？还有双眼的事儿。前几天你不是跟我提琢磨琢磨，一起把厂子卖了？对，上周我碰到一个硅料生产商，他对双眼很有兴趣。欧洲那边的政策越来越严苛了，海外市场是彻底没了，不如趁有人接盘进攻出手。毕竟我们的主要精力也不在这上面。哎，现在不成了。不知道我那外甥怎么哄的老爷子，老头子突然宣布把苏州厂子的股份全都转给他。这事情在我们集团内部已经递到了财阀那边，看样子是铁板钉钉了。除非什么？除非你拦一手，股份转让要半数股东同意，你不同意，老爷子也没法绕过你。我话就到这儿，你自己琢磨着办。还有一个事情，丰腾要在苏州建一个智能数字中心，这个项目，你打算参与吗？对我们来说，可做可不做。怎么，盛远要做？邢杰负责这个项目，不过到底他年轻没有经验。我想请你连同几个老朋友一起出面，给他保驾护航。你希望我怎么个帮法？也不用太麻烦，你随便拉个团队，陪他一起试试水。等他中了标，咱们利益共享。包凯总，围标是犯法的。哎，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邢杰是小辈，你这做长辈的帮小辈探探路怎么了？于情于理都很合适，你就不要推脱了。哎，回头你南京那个项目许可证的事情，我也找人帮你把把脉。再说吧，头疼，先挂了。陈远，跟谁打电话呢？不是让你好好休息，不要劳神吗？你说我的轻巧，我不劳神，谁来赚钱？你来啊！别大把花钱住别墅，说这种轻巧话，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啊，跟个小宝宝似的，生病了就爱乱发脾气，长不大，是不是？
是还疼啊？我们还是去看看医生吧。不用了，比昨天好多了。你那个香以后别烧了，多半是你那个香不知道含了什么化学物质，烧得我头疼。好好好，你最大，我马上就把香坛移走，别生气了。还有，念远的事情，我骂了他好几天了，他知道错了，他以后绝对不敢了。不过，念远跟你一起出去过，肯定有人想通过他靠近你啊，谁不想沾沾你的气运呀？我以后啊，让他多留一个心眼儿，那种人啊，绝对要离得远远的。我在想事情，你出去吧。好好，那你好好睡一觉，我去看看汤包好了没有。你怎么那么畏畏缩缩的？就不能大气点儿？我怕聂叔叔还没消气，碰见他不好。没事儿，我吹吹风，把事情往杏林的身上推一推就好了。聂成元本来就多疑，我多说说，他就会觉得是他的错，不是你的问题。再说了，那杏林的估计本来动机就不纯。妈，你真聪明。听着简单，这里面说话的技巧够你学一辈子了。我肯定学不会。妈，你怎么把香坛撤了？他头痛，硬说是我烧香的味道给搞的。男人老了就是毛病多，整天疑神疑鬼的。我之前还笑话江云沉不住气，这2天听到聂成元打电话，我才知道他离婚，分走了一大半的资金和不动产，搞得聂成元手里都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我还说人家蠢，蠢的是我，离了婚还有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找什么样的男人就找什么样的男人，不比伺候一个50岁的老男人强啊！妈，你别说了，小心聂叔叔听到。没事，他躺着呢，我心里有数。我就是这2天伺候他烦了，发牢骚，一天到晚端茶递水的伺候着，连个好脸色都不给。唉，谁让我自己挣不着大钱呢？你要出去啊？芊芊来无锡了。大家今天随便点，我请客。不是说好我请吗？上次你们来无锡是赵少请客，这次绝对不行了。再说，你今天刚把卖手店的分成打给我，每个月几千块的分成算什么？我今天请客是要谢谢我们赵公子。上次他带我投的理财，没几天就赚了10%，早知道我就多投点了，可惜才放了300万。哦哟，那就是赚了30万。你眼红什么？30万对于你来说不就是洒洒水啦？对呀，平常一瓶酒不都这个钱吗？哎呀，哪有？最近家里看得严，老爷子看我不顺眼，零花钱都被砍了一大半，弄扣扣这消费都降级了。也是，每次问家里那点钱，少不了被竖着眼睛教训一顿，还是自己赚钱开心。看人脸色，真不好受。哎，能买那个东西稳吗？到底怎么买的？我上次大概听了一耳朵，没太听明白。有这种赚钱的新路子，不要忘了我啊！之前芊芊带我赚那笔早花完了。别把你忘了，我上次给你讲的时候，你自己不耐心听，现在我懒得说了，下次我找个证券公司的人给你讲啊。哎呀，下次什么时候耽误我赚钱？哎，现在讲嘛。你跟他说吧，我和聂远点菜。服务员点菜。就是这个 app， 我用了这么多平台，只有这个是绝对稳的。绝对稳是什么意思啊？来个奥龙，不会亏钱。它不会有这种好事。不过呢，这个平台确实有非常厚的安全垫，它设置的止损线在95%，意味着你只会亏5%，但是你赚钱却是无上限的。
更重要的是实时更新的净值 ，T+0的赎回时间非常的灵活，一点都不占用资金。亏个5%，怕个鬼哦！我投个100万试试。哎，我也想投点。你也来100万。我刚买了珠宝，这个月零花钱剩的不多了，我先投个15、20万吧。对，少投一点玩玩，回头你去证券公司开个户。不过我懒得去，给身份证拍个照，让人去办就好了。我还是自己去吧，在哪儿啊？上海和苏州都有吧？无锡在哪儿？我不知道。你抽个空来苏州办吧，正好我也去实地看看。好，那我们一起。因为我们的建筑有特殊性，涉及到这部分安装工艺的人工比市价上涨一些，我们内部消化一下，应当是能够说服财务口批的。但是其他常规的材料和人工，你们也给我们报高价，这就有点离谱了。天地良心啊，我们也是跟着市场报价走的呀。包总，先别急着喊冤，我们一项项看嘛。我们先看水泥。我对比了之前2期厂区的报价，我们没涨价呀。对，但是最近水泥价格跌了不少。谈的怎么样，丁总？这总价算下来，我们都没利润了，实在做不了啊。我们双远从来讲的都是双赢，肯定会给合作方留下合适的利润空间。包总，你们回去再商量商量。行情不好，合作还是考虑以促成为主吧。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也不是那么着急，所以可以慢慢等你们的回复。这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笑眯眯的，没想到这砍价是真能砍，成本利润给我们算的是明明白白，给我们留了空间，过得去吧。不过干活的时候仔细点，她看起来不好糊弄，一次干好，免得返工。行，之前听说她是林总的女朋友，我还以为她不管事，过来嘛装装样子、镀金，好升职的，或者是代表过来跟我们要点这个，所以呢，我就多加点钱，回头大家都好做嘛。没想到他来真的，而且看起来好像能做主。林总，他们厂的副总经理，就长得很帅那个，不然还有谁？真的假的？我听说他有甚远的背景啊。我也是听厂里人说的，谁知道呢？嗨，车来了。你今天怎么没出去和林总吃饭？今天林总特别忙，一整天都没见到我。晚上他被区里喊去吃饭，好像有啥大人物来的。我说呢，今天怎么有空来跟姐妹们吃饭？原来是男朋友不在啊！你这话说的好像我重色轻友一样。行啊，你要是不重色轻友的话，周六跟我们去周庄玩。周六我要去他家吃饭，陈阿姨已经准备好食材了。那我们改时间，周日也行啊。周日也有一点点小活动。我料到你重色轻友，没想到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那是你们约得太晚了，今天已经周4了，陈阿姨买的海鲜都到了。下周末2天我都跟姐妹们一起玩。那你要说是雨华约你的哦，别说我，毕竟林总天天看到我。细光固然重色轻友，但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水开了，下面调了。你慢点吃，喝点果汁。你又买了？
这个有果肉，好喝。对了，我问你们件事，公司里是不是有人说我跟林雨森的事情？肯定有人说，但是还好啊，就是议论几句，这也很正常嘛。琪琪和技术部的小哥哥谈恋爱，还有人议论呢。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我今天不是去工程部跟施工方谈合同嘛，他们走的时候在门口闲聊，被我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就暗示林雨森对我徇私吧。关他们屁事啊！你明明多干了活，之前加班也最多，还徇私呢，我还觉得林总过分呢。就是徇私不应该是不干活光拿钱吗？你明明腿都给跑断了。哎，算了算了，别生气，我也没生气。那，给。真的？真的啊。首先呢，他们这么说，说明我杀价到位了。其次，我琢磨了一下，我的资历好像是浅了点。让我负责这么一个项目，我们林总的确不清白，他被人说应该的。对哦，你这个逻辑非常正确，不清白的应该是林总，是吧？哎，没办法，我得为了我们林总的清白加油，把事情做得无可挑剔。以后你们可别说我重色轻友啦！我刚刚拒绝了我们林总的夜宵邀请，我说我在跟姐妹们吃泡面。什么？你说邀请英姐、雨华一起，那也不行，居然想收买我闺蜜，你打错算盘了。我们坚贞姐妹情，夜宵不能移。手下留情啊，姐妹，夜宵可以移的。请3位小姐移步下来吧，我就在公司停车场。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过来点，过来点。快上车，快上车啊！快上车，快上车！哇，西瓜，你们平时约会就这么偷偷摸摸吗？感觉好刺激，就是心跳有点快。我们没有啊，是你自己一下楼就开始莫名其妙的鬼鬼祟祟左看右看，带得我跟雨华也开始鬼鬼祟祟起来。对啊，你到底在心虚什么啊？我有吗？那我检讨一下。你刚刚说有什么好消息？今天去区里开会，被领导们叫住，问了很多光伏行业和我们公司的情况。听说我们要建一个光伏建筑一体化示范性建筑，区里非常感兴趣，让我们赶紧递交资料上去。如果符合要求的话，可以申请补贴。真的吗？其实王主管也去问过了，暂时还没回应。如果真是这样，太好了。那我明天再重新整理一遍资料。完蛋了，我们西光越来越工作狂了。林总啊，我们给的价格真的是有薪价的，你们公司的小姑娘真的太会砍价了。光伏行业不好做，每一笔都要精打细算。谢谢平总对我们的支持了。我们什么时候开工啊？具体定在哪一天？咱们宜早不宜迟。我刚刚跟林总看了看日子，周4就是环道吉日，一栋楼开工。好，到时候在开工仪式上，有2位园区的领导要过来，还有2位远道而来的神秘嘉宾。
这是我们新食堂采用的是传统屋顶加装光伏系统的方式，流光花园呢比较不同，是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的一种融入到整个设计中，最大程度的利用太阳能发电，使整个建筑达到绿色节能的效果。这个是我们流光花园的概念宣传册，你有空可以看一下。来这边，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园区分管科技和工业的任主任，这位是我们双园股东之一无锡远程集团的江总。你好。你好。这位是南京成瑞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沈总。你好。您好。欢迎欢迎欢迎二位来苏州投资。哎。没想到食堂和小花园还专门搞了个开工仪式，这么隆重，来了好多人啊！正常，人家装修过房子还有开工仪式，我们好歹是造房子。也对。这两个一看就很牛的姐姐是谁啊？张总说的神秘嘉宾。要不你叫他们阿姨。西光，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看这里，建筑光伏一体化是一种将太阳能光伏。张总，时间差不多了。好，今天我是主持人，我先上去说两句，抛砖引玉。待会儿请任主任上台为大家做指导发言。张总啊，客气了。今天我非常的荣幸，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迎来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共同见证流光花园和双园厂区食堂的开工仪式。我仅代表公司，向各位来宾表示由衷的感谢。8年前，双园落地苏州这个美丽的城市。张总啊，接下来我还有其他工作安排，就不多待了。那我送任主任和毛局。李三，对，你好好招待江总和沈总，带他们参观我们工厂。好，那麻烦林总了。不过林总毕竟工作繁忙，要不然找个员工带我们就行。这个小姑娘我看着面善，能不能麻烦她带我们参观一下？行啊，小聂，你和林总一起带着我们嘉宾参观公司吧。好，我把画栏放了进来。好。好神奇哦！嘉宾居然一眼相中，你和林总带他们去参观公司，为什么呀？难道？英姐，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和余华说，这就是传说中的 CP 感。啊，你刚刚说要跟我和余华说什么？暂时没有了。啊？王总留步，你先忙吧。好，那就不送礼了。电池和组装生产线，好几年前我就看过了，这次想重点看看实验室。实验室在电池厂里，我们现在就过去。我最感兴趣呢，就是这个流光花园。哎，西光，我听小林说这个项目全由你负责啊？没有，我就是整合了一下资源，设计跟施工团队都是现成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呢又有技术部门负责，我主要起个跑腿作用。你看，你看，还谦虚上了。短时间内整合这么多资源，把事干好，这还不了不起吗？哎，舅妈，你们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呀？你偷偷摸摸的，在工地突然从车上下来，吓了我一跳。我和你妈学你啊？学我啊？学你在宴会上吓我一跳。
吓你一跳。给我惊喜。西关跟我提过，你们技术部负责人说他非常出色。刚刚流光花园的开工仪式，为什么没看到他？花总性格直率，不太喜欢这些台前的场合。他嫌浪费时间。哎，林总，您怎么来了？你们花总呢？我早上跟他说过，下午要带贵宾来参观实验室。老大在实验室呢，哎呀，他又忘了跟我们说了。我去找他，你们先坐。我手机呢？我，哎呀，我手机呢？快帮我找找我手机，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林总跟张总。不是，老大，干什么呀？林总您来了，就在这儿呢。在哪儿啊？这儿。林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实验室啊。没关系，都是自己人。我们实验室的光电转换率又提高了0.5个点。真的？数据稳定吗？反复测试了很多次，看浮动没有超过0.1。我们去实验室。好。你们这个花总也真是的，说什么也不肯出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我还想问问他光伏建筑一体化关于技术方面的细节呢。这个时候，花总大概恨不得一天24小时待在实验室里，肯定是叫不动的。BIPV 的技术方面，阿姨你可以先问一下西光，他可不光是整合资源，技术方面的书也读了不少，现在起码在应用方面已经非常精通了。他是这样的，要么就懒懒散散什么都不干，一旦干点什么，就一定做到最好。你们两个不要自卖自夸。不过舅妈，你有问题可以先问我，粗浅的我可以解答，要是有拿不准的，我去帮你问华总吧。行，我看你们宣传册上写的，你看，流光花园光伏板总面积达到460平方米，月发电量是4000多度，这个发电量稳定吗？你们这个建筑比常规建筑成本上浮了多少？小林，你们这个 PERC 技术从实验室转化到实际生产，还能保持这样的转化率吗？肯定会下降一些的。不过 PERC 技术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稳定性，我们预计会保持在20%的水平上。有这个技术在手，双远未来可期。不好意思，路上堵车。张总，快坐。来晚了。我们也刚到一会儿，这家餐厅是你推荐的，等着你点菜呢。那我就不推辞了。来，这家店的松鼠桂鱼那是一绝，必须来一条。然后小油鳝糊啊。399，我在外面吃饭。卤鸭。盐水河虾。我知道了，谢谢399提醒我。好，我去上海的话跟你说。这个桂花鸡头米。你舅舅找你去上海啊？对。最后一人一碗3虾面，来，你们看看还有什么？够了够了，我们节食呢，这些已经吃不掉了。也是，如今不比年